美军侦察机在中国家门口挑衅，歼16果断出击，这下美国急眼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肖运华。在南海上空面对美军的挑衅，我军主动出击，维护国家主权。让人想不到的是，美军恶人先告状。美国印太司令部在近日发表了一份声明，声称解放军战机歼16对美国2C135战略侦察机进行了一次不必要的侵略性机动。事件的具体起因是这样的：随着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增加，美军侦察机经常在中国的家门口发出挑衅。然而，解放军的反击也越来越让美军不适应。仅仅去年，美军侦察机在中国周边的活动就超过了500架次。除此之外，美军还经常利用各种军舰在中国周边海域进行各种试探性军事行动。针对美军这种无端的行为，解放军调集了海空力量进行侦察监视。当然，光是监视是不够的，要想让美国人停止这种无聊的挑衅行为，那么我们就必须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。于是就有了这次歼16的果断出击。不过与美国军方给出的说法不同，这次歼16敌近距离2C135，我们只不过是飞到了2C135的前方，迫使他们飞过歼16甩出的尾流。这与苏两七当年上演的巴伦支手术刀事件相差甚远，甚至还比不上去年歼16利用波条驱逐澳大利亚侦察机的行动。这点相信美国人不是不清楚，而他们却依然要炒作这件事。这背后的图谋或许有2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其不断炒作南海局势。在今年早些时候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对菲律宾进行了一次访问之后，和菲律宾签署了一项军事合作协定。在这份协定中，美国军队将获准在菲律宾驻扎4座新的军事基地。当新基地的选址全部确定完成以后，菲律宾方面又马不停蹄地接受邀请，加入到由美日联合举办的军事演习。现在美国人又开始炒作中国战机对美国战机进行侵略性机动，显然他们是想为南海局势营造一种山雨欲来的氛围。其二，刺激菲律宾对华强硬。自拜登上任后，美国就开始挑拨中菲关系，希望利用菲律宾这个跳板来介入到南海问题中。结果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一点都不配合。然而在杜特尔特退休离任后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小马克思当局已经有了彻底倒向美国的倾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军的行为势必会加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的底气。现在就看小马克思怎么选择了。就目前来看，中菲之间的合作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。如果菲律宾政府未被美国刺激到，而是主动化解中菲矛盾，那么中国会依诚相待，让菲律宾的安全和繁荣得到最有效的保障。如若不然，中国既然能给美国脸色看，那么菲律宾自然也不在话下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